站住！站住！放下！怎么回事？狄明府，周礼昨晚他从这房梁上跳下死了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曹娘子也在场。他为何要从那房梁上跳下来？昨晚我们已经和曹娘子交代过了。怀英，你醒了。李先生，明府身体怎么样了？好些了。太好了，看来那个方子还是有用的。贵馆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他为何要从那屋脊之上跳下来？这个事情，曹娘子已经知道了。现在外面太冷了，还是回屋说吧。明府请。走吧，刀心着凉了。请。我看他从上面跳下来之前写在手上的。他或许是想告诉你点什么。不知道。他好像要说什么，却又什么都没说。他跳下来之前回头看了一眼，就好像看到死灵一样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你确认昨晚那些脚印是从这屋里走向院中的？没错，那脚印大概这么大，每一个都很深，像是一个很重的人。送给崔先生的线香，平白无故的在屋门口。还有我在地宫里看到的。这里并非供奉神佛，而是祭奠昭云观的亡灵。这一切都太诡异了。等雪停了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。这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啊？我们还不能走。是啊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还有太多的诡异没有参透。周礼被死灵附身坠亡，那地宫里又供奉着200年前的死灵，那香宝平白无故的又回来了。我要看到那个白衣孩童了。在哪儿？曹娘子可知本月将有一场日食，每逢这种凶日来临，这里的亡魂总是有些不安。因为天象有变，此处阴气甚重，再加上冥府身体虚弱，所以干扰了他本身的磁场，导致他心智不稳。自从我来到这儿以后，就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就好像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。日食就快到了，咱们还是不要去招惹死去的人了。不，那不是死去的人。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。可能你真的是因为身体太虚弱，又或许你看到的只是你心中的执念呢。
死人不会干扰到活人。也许你没有忘记他，但我绝不会让他干扰到我。曹娘子，药来了。怎么样？劳烦李先生给我提供一盆水和金帕，我要给冥府降温。这样吧，我再给冥府调配一副强效一些的药。劳烦了。周礼最近确实有些怪异，他居然告诉我，他开了天眼，说是他自己能够看到无妄之灾、枉死之鬼、心忧之人背后之灵。你能相信他说的话吗？那找找。云水山房的真相，请将此物
转角崔氏。这边请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馆内道路错综复杂，切莫自己私自走动。这雪越来越大，能藏在哪儿？哎，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事了？应该是，这要不然怎么？谁？谁在那儿？你看见有人了？有人，追！站住！站住！来，去那边看看。好。来，到这边来。好。那边有没有？没有。这边没有。明明看到一个。我来去这边找找。去哪儿啊？馆内道路错综复杂，切莫自己私自走动。
曹娘子，我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您不能随意走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如您所见，这里是祭坛。我是来超度周礼的。这里不是血馆吗？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？这里并非供奉神佛，而是祭奠亡灵。昭云观的亡灵。亡灵？对，200年前这里曾是一座道观，同样名为昭云。彼时时局纷乱，这里除了道士，还收留了很多平民百姓，还有书生。然而有一夜，一群流寇杀入观中，为了寻找什么莫须有的宝物，他们将藏身此处的道士、百姓、书生一并斩杀。那真是一场惨烈的屠戮啊！之后，这里便成了破败的凶宅，荒废100年。直到后来，大概40年前，天下太平了，家师因缘际会来到此处，他重新整修了这里，并将亡灵的遗骨存放在这本来就存在的祭坛当中。家师还命我们每逢气象有变，或者适逢年节之日，便送些供奉过来。我们虽然不做法事，但我们也相信，这些供奉可以安抚这些亡魂。原来如此。曹娘子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？崔先生，他知道周礼的事情吗？等家师闭关结束，我会向他禀告此事。我并非有意冒犯，只是看到馆里的学生都很忙碌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所以出来看看，不想走迷了路。他们在找冥府说的那个白衣孩童，可有结果？他们顺着冥府所指的方向搜遍了整个院落，也没有找到那个孩童。有没有可能是冥府被有毒的荆棘刺伤了，所以产生了幻觉？我认为冥府看到的并非幻觉，而是亡灵，或者说是亡灵的戾气，让冥府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。曹娘子可知本月将有一场日食？每逢这种凶日来临，这里的亡魂总是有些不安分。我不信这些。起初我也不信，但是家师信。他让我知道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，可能只有世界真相的1/1000。那些鬼魂、神佛，一切未知的事物，未来有一天，终会有解释。而现在，我们只能将之简单的理解为磁场。因为天象有变，此处阴气甚重，再加上冥府身体虚弱，所以会干扰他自身的磁场，导致他心智不稳，从而将他内心中所有的夙愿投射出来。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执念。这种执念，或许是一件久远的事情，或许是一个故去的人。曹娘子，曹娘子，
难道曹娘子也和冥府一样，心中有难以放下的执念吗？这里阴气太重了，我们还是赶快离开。李先生，曹娘子，这是冥府的药。今日服完，应该明日便可有好转。多谢。我们也想尽快离开馆里。好，这样，待雪停了，我即刻差人送你们下山。劳烦了。快给冥府送过去。告辞。李先生送来的药，趁热喝了吧。等雪停了，你就先回吧。神医记上说，南方南边有玉匮之泉，取一樽泉水，心腹生焉，心之所愿，便得以实现。一捧泉水，便可心无挂碍了。待你回来之时，若再开口闭口叫我曹娘子，我可就不答应。本馆并非给孩童开蒙之主。1年前家师闭关之时，只留亲事弟子在馆内，而且均是成年呀。他近日很是反常，总是念叨着说心绪不安，还说有人偷看他。你确认昨晚那些脚印是从这屋里走向院中的？那脚印大概这么大，每一个都很深，像是一个很重的人。
起来之前回头看了一眼，就好像看到死灵一样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来，这边。崔先生，崔先生，家是为了开通了比丘的历史真鉴，所以在研读史料之后便闭关不语。闭关期间切勿打扰，否则前功尽弃。所以这个檀香应该是安神。哎，快点快点，送晚了过会儿又要挨骂。啊，好。来，快点。哦，好。哎呀，这雪下的真大，也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。谁知道呢？周礼被死灵附身坠亡，我要看到那个白衣孩童了。那香宝平白无故的又回来了。那地宫里又供奉着200年前的死灵，我们还有太多的诡异没有参透。死人不会干扰到活人，我绝不会让他干扰到我。
谁？站住！孩子。我的剑呢？该还给我了吧？剑在我这儿，他还给我了。我的阿弟。可能你真的是因为身体太过虚弱，又或许你看到的只是你心中的执念呢。谁啊？轻点儿，轻点儿！哎，哎呀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曹娘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冥府晕倒在地宫里了，想必是他听您说了那边的情形之后，想亲自查探一下。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体，那边对他实在是太凶险了。你们先走吧。是。那发热已经消退了，为何还一直昏迷不醒？我给冥府熬的药，他喝了吗？让我不小心给打翻了。无妨，我再帮他熬制一副。多谢。别走，母亲。怀英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母亲。定是被祭坛的阴气所影响。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。可是现在风雪尚未停止，又是深夜，曹娘子为何不明天一早离开呢？不行，冥府已经拖不得了。也罢，冥府与曹娘子吉人自有天相。他现在行动不便，还劳烦李先生多派些人手，帮我把他抬上马车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多谢。
曹娘子，在下为冥府配制的药，不知道服用了没有？服过了。那就好。你们下山以后朝南走，应该不到20里左右的样子，有一个村落，在那里能找到吉医，还有药材。多谢。小心！夜里风大，他本来就得了蚊症，再受寒就麻烦了。还是曹娘子细心呢。快，曹娘子，曹娘子，我扶你上车。怀阳，你怎么了？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明火，明火，明府，明府，明府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我们是跟着一群难民找到这儿来的，说是你的车翻了。曹娘子呢？曹娘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曹娘子留了个字条，说是去找人了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这是小宝的钱，还给我！别抢，别抢！小宝是我，谁是小宝啊？这上面有他的名字，他叫魏小宝。你看，我认识我家的姓，我们家姓魏，我认识这个字。我了解了之前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就好像看到死灵一样。本馆并非给孩童开蒙之处，均是常年呀。亡灵的戾气，让冥府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问题。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。家师再三叮嘱，闭关期间切勿打扰，否则前功尽弃。
我给明府熬的药，他喝了吗？今日服完，应该明日便可有好转。那羊皮册子里记载，日食之际将与孩童献祭，尽是蹊跷邪说。每逢气象有变，可以安抚这些亡魂。曹娘子可知本月将有一场日食，这里的亡魂总是有些不安分。日食就快到了，咱们还是不要去招惹死去的人。乔太马荣，走。宝儿，小宝儿。全都没人啊！分开找。师傅，小心点儿。走。周礼，昨晚他从这房梁上跳下死了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黎明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孩子为何要被锁在这里？他是这里的弟子，犯了规矩，理应受到惩戒。我看到那羊皮卷了，日食之日，便是血祭之时，你们要召唤恶灵，这孩子便是祭品了。那么曹安呢？他也是祭品吗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
狄明府，不能怪我，我是情非得已，是崔先生逼我的。他疯了，他想要长生不老啊！崔先生死了，你杀了他，你把尸体藏在了桐油之中，那个大罐子足够藏尸了。那么重的檀香，就是为了掩盖崔先生的味道。你的命可真大呀！车轴断裂，风雪之夜，你居然还能活！你把曹安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女子的血液会玷污到神灵，我不需要的。到底在哪儿？你不可能找得到他，你连我都找不到。曹娘子呢？我不知道。说，曹娘子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岳父，我到处找遍了，都没有看见曹娘子。林总，书斋的一个坛子里发现一个尸体，是个老头。崔先生。点住！小心点儿。操心你自己吧。李淼，血肉之躯还主永生，虚受恶魔及混沌光华那则一生。为什么要还我的事儿？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曹安在哪儿？你们为何逼我杀你们？你们为何要多管闲事？
有人选择了恶，就有人选择善。许巍，一帮伪君子！地平府，我求你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我需要这个孩子，我需要他的血来接近我的神。草庵在何处？我不会杀他的，只要让我完成献祭，我就会放了他。他在哪儿？你妨碍我曹娘子，必死无疑。看着吧，你没有时间了，亲眼看着你的永生化为泡影吧。我是没时间了，但是你以为你有时间吗？他会比我死得更早，更早！到底把他藏在哪儿了？我可以告诉你他藏在哪儿。在哪儿？啊不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他藏在了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他会慢慢体会死亡来临前的恐惧。我告诉你，狄仁杰，曹娘子为了让你活下来，心甘情愿地留下，而你呢，你却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孩子，置他于不顾。曹庵到底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啊不，在那儿。他藏在了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人到底在哪儿？说！
你在哪儿？操啊！阿雄，哎，没事，别害怕，我们不是坏人啊。你是不是叫魏小宝？我认识你阿婆，来，我带你出去。操啊！操啊！曹安，曹安，灵甫，灵甫，躲开，让我来。你还是来了。我一定会来的。知道你有很多问题要问，这一切要从我发现小木剑说起。当我看到小木剑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周礼是想告诉我什么。后来我在角落里面发现了小宝，别怕。小宝告诉我，李淼是坏人，要杀他，是周礼救了他。小宝，小宝，别怕，别怕，我叫周礼，我救你出去。来，快出来！来，小宝，你没事吧？后来周礼把小宝带到了崔先生房间，正好碰到我们到访。周礼是个心思细腻的人，他特意背着小宝从外面倒退到我们房门口，随后他就用雪球一直砸门，目的是要引开我。我听到响动，出门查看的时候，小宝就跑进屋子里来了。为了让我们尽早识破李淼的真实面目，小宝把我们送给崔先生的线香扔在了门口。我给明甫熬的药，他喝了吗？让我不小心打翻了。后来我决定带走小宝，
因为我觉得李淼肯定是发现了什么。于是我想了个办法，声东击西，定是被祭坛的阴气所影响。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。在李淼他们送我们出门的时候，小宝趁机逃跑。我跟他约好了在山下会合。可我到了的时候，却不见小宝的踪影。小宝，小宝！可是等来的只有李淼的信徒。小宝早已被他们抓回去了。他是朝廷命官，你如果杀了他，你也会被处死的。我即将永生，还会在乎这个吗？你不是信天意吗？你即将永生，与天同寿。那为什么不做天做的事儿，让天意替他做选择？如果他能活着，就是他的造化。如你所愿，黎明府是否能在暴风雪中生存，全看天意了。1年前，李淼带人雀巢鸠占，杀了崔先生和他的学徒，并以血管之名继续招收弟子。而在李淼眼里，他们都是祭品。为了达到永生，他杀人无数。而周礼不堪忍受李淼的邪念和残暴，最终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以此向我们示警。我越挣扎就越痛苦，短短时间里度日如年。慢慢的，我放弃了。我感受到的只有死亡、黑暗、无助。可我每时每刻都在祈祷，你能活下来。
我带他们去打人。小宝，阿伯，小宝，小宝啊，宝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宝，来，孩子，感谢你，兵部大人。来，小宝，起来，起来。宝，小宝，带上老婆，小宝，回家了。小宝，咱们回家啊，回家。哎呀，我的剑呢？该还给我了吧？既然你救了我，那就送给你吧。走了，走了，我的孩子，回家啊，回家。每个人都有颗向善的本心，因为他们心里都有在意的人。活在亲人的记忆里，才是这世间唯一的永生。洪叔，洪叔，杀人凶手就不能逍遥法外吗？王兄，怎么在这儿碰我啊？风雨太大了，这点风浪算什么？当年老子远征两东，你小山沟的大浪都见过，你小子不会有诈吧？放心，这条好烟我王立德跑了10几趟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其他的兄弟呢？我让他们回去休息了。行啊，我去瞧瞧。들어가 숨어 있으라고 했잖아. 배가 아파서 그랬어. 내가 이 배는 정말 무섭다고 말하지 않았나?
선원들이 모두 칼을 차고 있는 걸 보면 분명 그 도적들이네. 아니 알겠는데 만에 하나 이 선원들이 내가 자네를 다니고 이 배에 탄 걸 알게 된다면 분명 자네 모가지를 베어버릴 것세. 버리자. 알겠어. 자, 이걸로 해결하시고, 이걸 해결하시게.兄弟，醒醒！兄弟，王立德，古老香烟，文笔大风势。意思是，我忘，这是孝敬刘中士。白凯，你们顾船主准备了不少好东西啊。刘忠实远道从京城来替金上采办，听说他还是皇后的亲信，咱得招呼好了。是。但是你们平时对本官吝啬得很嘛，拿一些毛皮、人参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意思是说笑了，你是掌管码头的市舶使。顾船主家的哪船货物进港敢忘记打点？你意思是啊？再者，我还听闻刘忠实此次来意不善，咱把他伺候好了，以后大家才有钱赚，是不是？也是，也是。怀英，怀师，京城一别有1年多了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在悲欢亭外为你送行，亭外一片落花，真是令人惆怅。那个时候我便在想，何时何月何年何地，才能与你重逢啊？我在这海域边地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你瘦了。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皇后当朝，很多官员不是被降职，就是被废除，我也不例外。不听。说刑部有人陪着刘忠实来蓬莱，我当时就想，这要是你该多好。居然是我，本来想的，陪刘忠实赴完晚宴再来找你。怎么，在这里就碰到你了？我是来这儿堵一个叫顾梦斌的船东，因为一个小案子，我传唤了他3日，他都避而不见。顾梦斌，这么巧，今天晚上做东的就是他。顾船主到！顾船主来了。二兄，你看那边，这顾家的阵仗也太大了。他是蓬莱最大的船主，这港口进进出出上百条船都是他的，他的船能开到倭国跟百济国呢。再说，意思是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拿走啊？意思是，今天晚上在刘忠实面前，绝对不能提黄金。
尤其不能提拜祭金几个字。小民冒昧得知，钟使入宫侍候金上和皇后之前是在海边长大的，便斗胆将这宴席设在此处，愿钟使开怀一醉。听说顾传主心思缜密，看来本官的底细早已被你摸得一清二楚啊。小民不敢。钟使。下官在市舶使，主管海外进来的货物。不知刘钟使此次来，要采购点什么？这要看蓬莱有什么了。啊，都是些微薄之物，恐怕入不了金上和皇后的眼。下官请刘钟使先过目。我是个粗人，平生呢只好2样物事，一呢是金个曲儿，2是黄金。钟使说笑了，蓬莱不产此物啊。但是歌妓顾传主已经为您准备好，就在外面，就在外面。顾传主啊，还给您准备了一些薄礼，希望钟使笑纳。什么人啊？不长眼啊！狄明府不认得。小的有眼无珠，请明府恕罪。都站好了啊！别急了，别急了。唐娘子，狄明府。下官狄仁杰见过刘钟使。侯府郎，意思是，市舶使是5品官，比7品县令高啊。坐，想必狄明府是为了公事而来吧？侯府郎把你捧上了天，我倒是好奇了。哎，没见过县令断案，如果你有公事，就在这里办，让本官看看。下官从命，衙门公差接到举报，说有间租铺逾期没有交租，经查，便是此画中人于数月前出海，原定上月返回，却迟迟未归，于是本官便差人去找顾传主核实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哎，何必要惊动顾大传主啊？钟使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我大唐军中墨刀，淬火金两，锐不可当，依唐律，不得私藏倒卖。可经屋主证实，8年来有多批货物进出，本官查出的这一批，就有墨刀100把，幅员弩80副。顾传主，我想请问你，一个衙人倒腾这么大笔的武器，可以销往何处呢？既然说王立德出海，狄明府就应该出海捉拿便是，何必跑来扫钟使的雅兴？在下已经说过了，从未雇过这么一号衙人。哎，顾传主，狄明府说你雇了那个衙人，哎，证据何在啊？意思是，根据市舶使的告示，上月出入本港的顾家船只有15艘，码头上有个油灰铺子。依据他们的账簿显示，上月购买油灰的顾家船只有足足20余艘。油灰，
防水止漏。正是。这说明顾家的船有明船，也有暗船。这衙人恐怕也是有明有暗。狄明府，码头归我市舶使管，每一条船收1成的税。你说有明有暗，是告我失职喽？狄明府说王立德效力于顾某的船，又说船不在市舶使的告示上，那岂不是成了鬼船？顾船主，如果你手下的衙人贩卖刀弩，那可是谋反。小人冤枉，请周使明鉴。明府，明府，救命啊！明府，明府救命啊！住手！明府，手边请啊！二人确实是咸阳公差。那这些是？这些是顾船主。狄仁杰，你突然前来给我下套，要诬陷本官受贿吗？下官绝无此意。狄仁杰，接旨。往后一旨。狄仁杰，据查，近日有100骑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，朝中乱臣用其收买人心，扰乱市集，图谋不轨。限你1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与私贩黄金者同罪。有艘船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船过来了！你看那边，船上好像没人，这是鬼船吧？走过去看看。越来越近了。鬼船过来了！这船快调过来了！送仔细了，这边没有。这个箱子，来了。那给我仔细的找，把那箱子都给我拆开，到底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刘中使奉旨办案，昨天晚上，摆明了就是想敲顾船主和意思是一笔，转足他俩的好处。你可倒好，把他的好事给坏了。昨晚真是意外，我疯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小心行事。皇后现在谁也不相信，朝中官吏但凡被怀疑，轻则降职，重则流放。你不能再惹事了，这不是你意气风发成本事的时候。知道了。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。坏了！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，这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。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呀？啊！你们看看，这识得吗？这就是2个金子，一粒是沙金，一粒是白鸡金。狄明府好眼力。沙金产自河流，
都有杂质，便是这一粒。另一粒色泽细腻，若是未经过提纯，必是产自山脉。据说百济有矿脉，其金子状如蚕豆，便是另一粒。刘中使若是怀疑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，皇后叫你查走私，意思是和顾川主明明都知道百济金，却在那装傻充愣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逞强出头。刘中使是带着密旨来的，这边没有，我能躲得掉吗？这个箱子来了，那边看一看，把这个打开。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刘府，这是干什么用的呀？这种滚木是船上用来移动重物用的。你看，原来也许就挂在那儿，被砍断了之后，砸下来，滚到了那儿。之前就放在这儿，都记下来。帮我。前来，救人。 성함이 어떻게 되세요? 어디에서 오신 거예요? 저 백제 사람입니다. 백제는 탐락신화가 해마다 전란이 지수되고 있습니다. 저 쌀떡을 잘 만들어요. 나라에 와서 장사하고 싶어요. 의리사는 제 친척 형이에요. 그냥 형 따라 배 탔는데 지금 모두 다 갈들고 있어요. 너무 무서웠었어요. 이것만 만들고. 가는 도중에 방향을 여러 번 바꿨는데 하얀 작은 손을 봤어요. 여기서 다 죽을 거라고 형이 너무 두려웠었어요. 그날 무슨 일이 있었는지 모르겠어요. 좀 갇혀 있었어요. 며칠 동안 갇혀 있었는데. 그런데 이튿날까지 기다렸는데 어찌해도 판자가 안 열리는 것이오. 그래서 내 마구 소리를 질렀는데 아무런 회답조차 없었다고. 等到第二天，他怎么推也推不动板子，拼了命的喊也没有人回他。如果不是被你们救了，他早就饿死了。问他可认得此人？ 이 사람을 아시나요? 狄明府，别受这百济人的诓骗。从百济到蓬莱的航道上根本就没有小岛，单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证明这个瘦子在胡说八道。他不是饿疯了，就是在故意骗人。他的话没一句可信。여기 무신. 他在说什么？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걔한테 들었어요. 他说，在一个船员的身上见过一个怪异的纹身。他哥哥说，那些船员身上都有。画下来。黑雁又出现了。那时你们还小，不知道，这会儿前朝余孽曾经很是嚣张，散落各地，是先帝的一大隐患。李明府，你觉得这走私百济金的是这伙人吗？你现有证据，尚不足以得此结论。那还不快去查？是。 감사합니다. 这都第5顿了，这傻小子被吃坏了。你说了他又听不懂，反正意思是说了，喂饱他，
管那么多干嘛？走。确定他是噎死的。我一早得到消息就去查验了，从他欧洲的食物当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毒物。饿极了的人是不能这么暴饮暴食的。谁让他这么吃的？李攀，明府，红叔，海滩上飘来一个人，像是那个鬼船上的船工，死的活的？活的。通报刘中使侯副郎，升堂。是那个姓王的，压船牙人，杀了所有的水手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得就是他，王立德，王立德。我看见他杀人了，我就跑，他追我到甲板上，我万般无奈之下，所以才跳船的。跳海的时候你拿的什么？一块木板。不是葫芦吗？不对，是一块木板。我就这样趴在木板上，幸好随身携带了钓钩，我每天就钓鱼，才活了下来。有一日，小子在后甲板听见王立德跟别人密谋，说这条船私运了一大批黄金，有1大箱。王立德还说，这批黄金跟庞来的很多大人物有关系，其中一个就是说，其中一个就是先雇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。胡扯！这是诬陷！姓易的官家，血口喷人你！县令也收了他们的好处，好像叫姓狄。我就是那个姓狄的县令。我问你，船员可是黑雁的人？什么黑雁啊？我们就是普通的水手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被王立德招募来的。那不对呀，有人说在你们身上看见了黑雁。哪儿呢？官家要是不信，扒了我的衣服看。来，我给你们脱了看。啊！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刚才打听到，看船的士卒说这是船上闹鬼。闹鬼？我请你来陪我一起捉鬼。怀英，你莫说笑。刘中使对金桑用了刑，可这泼皮一口咬定，从市舶使到县衙都与黄金案有关。说我也，你信吗？还有，金桑跟瘦子的口供一致，都提到了那个岛，但是顾孟斌却说，蓬莱海域就没有他们口中的这个岛。明府，快回吧，这船上闹鬼。是呀，明府，是真的闹鬼。快水！这是千星板，远航时测量星辰用的。这我知晓，要靠此物确定航路。中使，这是他们在海上走私黄金用的航海图，起点是百济国，终点是蓬莱。你们来看，此处有一小岛。瘦子和金桑口供一致，这处小岛或许便是关键。你是说，黄金藏在这岛上？当务之急，便是尽快过去查看。事不宜迟，金桑虽然满嘴污秽，污蔑了狄明府，但蓬莱一定有人牵扯在黄金案当中。如果风声走漏了，恐怕别人会先行一步。中使，市舶使派出2条战船为您护航，我会半年左右
不是中士。我要走了。小云却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曹安小娘子，咱们有缘再见。你在找人吗？怎么是你？刘忠使要出海，他想让你上船唱曲。这趟出海或许有风险，千万记住，不要上船。怎么讲？黑夜，找个由头，不要上船，不要上船。多谢民府提醒。兵符，外面危险，先进屋吧。玉松娘子，怎么了？玉松娘子。阿荣，快来帮忙！刘忠使有请两位娘子上楼献曲儿一首。上，把他掉下来！有人掉海里了！救人！快！不好了，船主！鬼楼被人破坏了！厉鬼！皇娘，这是我们在海上漂流的头一日，若我们遭遇不测，你便将此信呈交朝廷，作为凭证，让真相存世。昨晚经历风暴，船上竟藏有歹人，将桅杆和船舵破坏。可歹人究竟是谁？为何让我们困在海上，不得而知。我们已与船队失散，昨晚搜检一番，待今日再做考量。想到什么了？王立德的航海图。哼，我也是。觉不觉得那图上缺点什么？王立德每到一处便会观测星辰，然后和航海图上的标记核对，以防偏航。出事那天晚上，按瘦子的说法，王立德把船停在了某处。假如他是在等什么人，那航海图必定有标记。没错。可偏偏我们找的那张图没有这个标记。不愧是刑部出身，一下就抓到了要害。怎么找到确实的标记？侯府郎、狄明府、刘忠使召集诸位去舱室。刘忠使，刘忠使，坐吧。把金桑带上来吧。走。
本官虽说一直待在宫里，可脑子并不糊涂。昨晚睡在这船上，随着海浪颠簸，儿时打鱼的本领又记起来。刘忠实深受皇后的重用，自然是从小天赋异禀啊。大鱼上钩了，要用叉子插，讲究准、狠。实不相瞒，此次本官带着大家出海，是因为得到了王立德的航海图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，他在怕什么？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这北极金流入京城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这么诱人的宝贝，经过蓬莱，不可能没有人卷进去。巧了，世博使、顾船主、县衙、蓬莱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这船上。哦，还有2位能歌善舞、奏得一手好曲子的歌妓。你们当中有谁知道王立德和黄金在哪儿啊？忠使不辞劳苦出航，小民自当拼死效力。可说到王立德和黄金，小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手下也不知道吗？回刘忠使，小的只是顾船主手下的一名衙人，一向奉公守法，也没有见过王立德和黄金。可据我所知，这百济国歌妓是你举荐的。那时狄明府在船上找到一名百济人，小的让玉素姑娘去翻译。好像你又想起了一件事啊。官家，官家，昨夜回到船上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半个月前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是什么？回官家，有一次，王立德喝酒跟别人夸口，说他在岸上有一个相好的，是个歌妓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里有2位歌妓，是哪一个呀？哎，回官家，小人没亲眼见过，着实认不出来。不过，王立德曾经说过，这个歌妓是个百济人。前面好像起雾了。是啊，越来越大了。快通报一下！小心，起大雾了！起雾了！
快回操！快回操！快！好大的胆子！你跟王立德相好，为什么不早交代？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大人！你想害死我们一船的人吗？玉素娘子，饶了我！你别害怕，告诉我，王立德在出海之前，都为你说过些什么？他说这次会走1-2个月，会赚一大笔钱，会回来替我赎身，会娶我的。男人的这种话他也信？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？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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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知道。黄金在哪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那就慢慢想。反正这在船上闲着也是闲着。来人，在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要，不要！狄明福，阿姐，救我！阿姐。狄明福，周使，听侯副郎说，你昨晚批阅公文到深夜。可查出了什么？既然说到这里，正好，下官有一事要请教。意思是，我市舶使有小船4只，大船1只，用作港口巡逻之用，对吗？守护码头、稽查税金，这是我们市舶使能够出航远海的只有大船，对吗？那又怎么样？10几天前，也就是7月初6。意思是，亲率大船摸黑出海，至天明才返，对吗？跟王立德出事是同一天。是。狄明府，这一个金桑还不够，你也诬陷我。出海巡航怎么了？那些贩私货的经常划小船在半夜靠岸，我是收到了线报的。我为朝廷卖命，到你这儿还成了罪状了。下官只是想请教一下。请教？你是请教吗？你不如直截了当的问，你就问我，为什么会这么巧？为什么在王立德出事的那一晚我也出海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为何这么巧啊？杀人诛心呐！你不如直接说，那一夜出海，我就是去见王立德，还收了黄金。那金桑都说了，私贩的黄金有满满一大箱子，我那大船上有10几个人，如果我藏了黄金，我如何能瞒得了一船的人？刘中士，刘中士，您若是不信，咱们回蓬莱去问。刘中使，船外起了大雾，我看各位还是尽快回舱室休息，以免意外。顾船主，是你吗？狄明府，顾船主，大雾天，我四处查看一下。顾船主，你想什么呢？
实在是疑点重重啊。是啊，王立德是私贩黄金的经手人，他是个掮客，还是需要买家和卖家2个环节。买家必然是百济人，可那些陌刀作何解释？丹罗和新罗与百济连年征战，都已经快亡国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百济人用黄金走私大唐的军械？为何不可呢？雾散了，都出来吧！大家出来干活了！哎，北京出事了，一死之出事了！意思是？快看，我真的是易大人！家主，家主，开门！往这边干啥？老子不单独睡了，我就睡这儿了。白开，你挨着我睡那儿啊！你们2个睡外边。是。只要我出去，就寸步不离的跟着。那个龟孙子敢藏在暗处害我，他一冒头，你们就给我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自杀。还是被人所杀。回中使，正在查。所有事情皆无定论，干什么吃的？你2人，一个是刑部大员，一个是皇后钦点的县令。中使息怒，若真有凶手，必是利用了大雾，而且这个人一定与易思氏相识，否则他不会不抵抗。船主顾梦斌，起雾时，甲板上有船员，顾船主跟他的随护白凯也在甲板上，并没有见到易思氏。蹊跷的是，我刚刚查到易思氏10天前曾经夜航，人就没了。可惜了，现在查不了了。只能待我们返回蓬莱之后，再详查。狄明府，你不觉得此次跟着本官一起出海的人有些多吗？中使的意思是，都哭着喊着要来伺候本官，意思是顾船主，还有2名歌妓。那2名歌妓不是刘中使点名要带着？那是本官初到蓬莱，一支曲子还没听完，就被狄明府你打断了，让本官没听够啊。可是上了船以后，我发现这百济歌妓未讲实话。依我看，这船上没人说实话呀。本官再说一遍，是你狄明府拿到的第1条线索，才把大伙引上船。如果你还查不出凶手，那本官只好自己动手，挨个查。审完玉素，再审曹娘子。玉素，玉素，玉素，好渴呀，我想喝水。啊，水，他要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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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，快点，快点，这里有水，把门打开。行，开门。玉素，坚持住啊！2边守着，快点！玉素，
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疼！忍忍啊，我给你上药。黎明府，顾传主，王立德的签星版给你拿来了。各家签星版的大小有出入，如果想还原王立德当时的观测，就必须用他的签星版。6纸版太小，换7纸版。这回对了，北辰星7纸版。顺着顾传主这里望过去，织女星恰好与3纸版的上沿齐平，从1纸到12纸，总有一块板能对得上。不死星2纸，北辰星6纸，织女星8纸，不死星2纸。奇怪，哪里怪了？之前在刘中使那儿，我看过一眼王立德的航路图，那上面标记的北辰星、织女星和不死星，也是6纸、8纸和2纸。桅杆坏了，船舵也坏了，可我们还航行在王立德的航道上。我们被洋流推着走，看来他的航路正好也顺着洋流。松开！你去哪里啊？胆子这么大！我就不信玉素能是歹人。多好的姑娘，那么善良，你见过那么善良的歹人？你傻呀啊！那歹人能把歹人2个写在脸上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懂不懂？呀，你们这伙咋都这么狠心呢？你看给人的手架成啥了都，你就不觉得可怜啊？阿旭，我拦着你不是不想让你闯祸吗？这要是被那帮羽林军发现，你不又给冥府惹麻烦了吗？我就不信冥府他能见死不救。干嘛？哎，우연히 치가야 돼. 아무 말도 안 했어요. 진짜. 햄이 너무 많은 거 갖고 있어. 응? 누구야? 原来你也是百济人。不要打了！你们不要再打了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
人！别跑，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他是百济人，是又怎样？你为什么抓我们唐人？看来你们百济国是真有亡国了！胡说！小在敌后我们百济人，我跟他们拼了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百济国虎贲军长期校尉。白凯，你们百济国与新罗、丹罗连年征战，你躲在蓬莱，是想走私军械吗？你让玉素接近王立德，是为了控制他，对吗？白凯，乔安还在巴塞，让他走。玉素是无辜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会走，退走阿弥达！王立德为你这次偷运黄金，他人呢？不知道。白凯，把刀放下，此番只会治你一个走私之罪。王立德只是掮客，他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军械，他背后一定有朝中的大人。告诉我，那大人是谁？有点意思。白凯！一昼夜之间，船上变故极大。一潘已被谋杀，白凯拒步身亡。根据千心版的测量，我们一直顺着王立德的航道漂流，黄金案的线索已经逐渐清晰了。彭叔，你还不来救我们？船上的人越死越多了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玉素。玉素，乔代，儿子，别怕别怕，乔代和顶面府替你求了情，让你回船舱先休息。你为何还是要上船？地面府，关于王立德和白凯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当初王立德其实是白凯带来的，关于他们之间的事，我从来就没有打听过。明府，侯夫郎找你。如果你想起了什么，告诉你儿子，让他来找我。是。事已至此，务必万分小心。没事儿，就别出船舱了。一旦有事发生，我会立刻来寻你。知道。止步！小人求见刘中使。必须有侯夫郎许可。
外面何人啊？是在下，有要紧的事儿。进。顾传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种时候了，还敢拿金子出来？这不是百济金，这是大唐的金子。大人请看，上面有铭文“河北道”。咱们大唐也产金子，区区薄礼，怕刘中士瞧不上。等回到了岸上，再好好孝敬。你让本官受你的礼。来求何事啊？小人明白，中使为查百济金而来。这百济金从蓬莱流入京城，顾某身为蓬莱的船主，难免会遭人污蔑。就算我说与此事无关，旁人也一定说有。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小人是来向中使举报的。你来举报何人呀？狄明府。狄仁杰就是，你没瞧见他手下的乔太凶神恶煞？昨天晚上他们不就逼白凯跳了海，宁可灭口也不让中使捉到活的吗？是吗？这几天船上连续出人命，可见凶手有恃无恐，先把大家骗上船，然后再把所有人暗算到这里，造出一起无头案。可案件总要紧，总要有一个疑犯报给朝廷。易思氏已经死了，在下思来想去，觉得狄仁杰嫌疑最大。狄仁杰一向与蓬莱的歌妓过往甚密，中使不知道吗？你是说弹琵琶的曹娘子？船上一共就2个歌妓，曹娘子是他的红颜知己，玉素是王立德的相好。假如狄仁杰跟王立德是一伙，秘密控制着走私黄金呢？当时船上的百济瘦子一被找到，狄仁杰为什么急着让玉素来做翻译？还不是怕瘦子说漏嘴吗？说漏什么？也许瘦子已经说了，只有玉素听得懂，秘密就在玉素那里。所以到了船上，玉素一被收押，狄仁杰一伙就急了，派乔太去探望，羽联军士兵都可以作证。有这回事？眼下，他又把玉素安置到曹娘子舱里。中使不信，可去查看。如果情势危急，狄仁杰一定会露出马脚，再去包庇玉素。那我就拭目以待。如果他真敢如此，那他就和这黄金大案脱不开关系。大兄，又起雾了，当心些。好。今晚你们2个更要寸步不离的保护我。是。梁往上呢？上面呢？走。嘘。那个叫玉素的姑娘，关哪儿了？说。在后船舱。干什么？
金苍信号。阿进，阿进，快躲起来！不要慌，别乱跑！顾船长，黑夜来袭，我们回山增。不是黑夜，我救人暗算。谁干的？是金桑吗？有人想杀叶司使和我灭口，我们不该贪图走私黄金的好处。黄金的买家是谁？只有王立德知道，我只提供船。玉祖，强大哥，他是黑燕的人。狄明府，刘中使，又有何事？玉素在金桑手里，狄明府去谈判了。玉素，秘密就在玉素那里，所以到了船上，玉素一被收押，狄仁杰一伙就急了，派乔太去探望。如果情势危急，狄仁杰一定会露出马脚，再去包庇玉素。狄仁杰，狄明府，救！要再不说，我是真会杀了你的。狄明府，救我！说，快说！中使大人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黄金！为我死去的10个兄弟，讨个说法。谁杀了他们？王立德杀的。他人呢？王立德私吞黄金跑了，这是他的女人。找到黄金的唯一线索。说，王立德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太可恶了！他只是一名歌姬，与黄金没有关系。事到如今，也不用隐瞒，我们黑燕本来就是想劫黄金的。王立德从百济国走私黄金的事情，我们早有耳闻。我向他挑明，等下一笔巨额黄金押运时，由我们黑燕接手，途中把黄金劫掉，分给他1/10。港口的2个大人物顾梦斌和一潘都参与了，他们都拿了好处。按我们的要求，王立德将船员换成了黑燕的弟兄，一共10名，与他前往百济国。可那天晚上，我们按约定派船去取黄金，结果黄金和王立德都失踪了，我们的船员被毒杀。那晚风浪大，我们查过，蓬莱的商船都没有出海。我们断定劫持黄金的消息一定是泄露出去了，所以我便假装成幸存者，故意转移你们的注意力，想借你们找出真相。你得到的那份航路图，便是我们故意放的。出航后，我悄悄上了甲板，毁了桅杆，让你们成为孤船。金子我们一定要夺回来。知道真相的人就在这船上。黑燕国家跑了！大哥，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
杰，谢谢你告诉我们黄金的秘密，把我们带到这儿来。快说，这个女人有黄金的线索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往下跳，有接应的小船，我们走。打我！快走！万岁！一个都别放走！全部歼灭！退！王立德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于素。狄仁杰力通外敌，全体上阵！不能放箭！就是不能放箭，就是不能放箭！放！刘伯！刘伯！刘伯！小云雀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你是去见谁？什么？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上船，你要见谁？那个人很重要吧？见到了吗？见到了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林说应该已经收到我的信号，等他吧。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你可认得此人？
认的就是他，王立德。林府，是王立德。林府，你看，王立德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这是玉素死前给我留下来的，是琴谱上的字。玉素说过，王立德会抚琴，王立德私贩黄金，必然跟京城的人有来往。于是，他便学会了这京都流行的新琴谱。琴谱上的字既提示了指法，又暗含了2个数字。10代表的是琴的徽位，琴有13徽，千心板一共有12块，这13个数字足以把千心板包括进来。这个10就代表第10块千星板，对，叫10指。下面这个4呢？4代表的是琴弦，琴有7根弦。这个季节，船员出海，无非要观测6、7个星座。从左往右数的话，第4个便是织女星。哦，那就是说，用这第10个千星板对准天上的织女星是吧？只要测出3处星辰，再比对航路图，便可以推出王立德留下黄金的位置。那剩下的2个字没来得及，那岂不是测不出来吗？那王立德貌似是个粗人，可他一定研究过蓬莱的潮汐，或者他背后的人研究过，那个人就是凶手。市舶司我去查过了，那天晚上跟意思是出航的士兵说，意思是的命令是夜巡，但是船上多了一名神秘客，说是意思是的贵宾。此人上船以后一直蒙着脸，士兵们看不清他的面容，所以叫神秘客。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那天晚上，意思是带着他一起出海，而航路图一式3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雁1份，第3份就在这个神秘人的手里。我查过那一晚的天气，前半夜星空晴朗，到了后半夜有了风雨，因此市舶使的船必定是在前半夜就已到达指定海域，但是意思是和士兵们都没有见过黄金，因此神秘人应该是独自上了王立德的船，并且杀了他。而神秘人最终把装满黄金的箱子都扔向了海底。黄金扔到海里？我应该没猜错。可是这个人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为什么要把黄金再沉到海底呢？他是怎么了？他见不到黄金，他跟黄金有仇？哪有这种人呢？他当然想独吞那笔黄金。他费尽了心机，还是逃不过一个贪字。那天晚上沉黄金处，其实离海岸不远。潮汐志上记载，这里每过100年，便会发生一次奇异的大潮汐。潮汐发生时，低潮的水位能后退10余里，露出一条大海沟。100年的循环已过，大潮汐的发生就在今日。
官师，怀英，怀英，你还活着。黄金，你看，这黄金真的不少啊！这黄金全都被我找到了。来，帮个忙，这案子咱们破了，破案了！帮个忙啊！来呀！江子是你扔到海里的。别装了，这本就不是一起黄金走私案，这是一起军械走私案。黄金只是用来交易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玉素在我手中留下那个字开始，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。就凭一个字，你就断定我是杀人凶手？凭这箱金子还不够吗？王立德在蓬莱帮百济人走私军械，军械的卖家是朝中那些反对皇后的大臣，而你是他们派出来的中间人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你们的走私渠道通畅，你甚至还教了他一些京城琴谱的记谱法，便于走私黄金时联络。不过这一次，王立德遇上麻烦了，黑燕的人找到了他，要他帮助齐劫这批黄金。他知道黄金换军械牵涉朝中权贵，他得罪不起。可黑燕的人手段残忍，他同样不敢回绝。他思前想后，决定向你坦白，向你求助。你这是怎么了，玉兄？前2日黑燕的人找到我，说是要接单船上的黄金，并且答应分给立德一份。如若立德不答应的话，恐怕立德必有一死。他想求你借助朝中权贵的势力，将黑燕踢出蓬莱，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黄金的走私。可你听到之后，却生出了另一个可怕的主意。你和王立德约好了一个海上地点，那个地点是你跟他的秘密。所以航路图一式3份，你1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燕1份。只不过在黑燕的那份航路图上是没有那个地点的。这也就是你打算独通黄金的地方。王立德按照你们的计划，迷晕了黑燕的船员。王立德途中在小岛停留，是在等待和你约定的时间。可当你上船的时候，他发现你没有带一兵一卒，他便起了疑心。怎么就来了你一个？你带的人呢？他们都在后面的大船上，随后就到。船舱里面我都已经解决完了。黄金呢？这边。怎么放在这里？越是明显，越是不会引人生疑。你的人怎么还没有来？要是被黑燕发现的话，咱们就全完了。王立德坠海是个意外，不过你并不担心，
事实上，王雷德在海上漂到小岛多活了几日，对你也确实没有产生威胁。你在等待的是大潮汐的来临，你在等退潮的时候来海沟里取回黄金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对潮汐居然如此精通。其实这潮汐和星象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打算凭一己之力，独吞从百济国走私来的最大一笔黄金。一方面，军械没有丢失，对朝臣你可以有交代；另一方面，你打算做状，黑焰劫走了黄金，而不受百济国人的追讨。做成这么大的一笔买卖，只需要除掉王立德一个人。只可惜，你没料到的是，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的意外。你没料到船上还藏了一个百济国的偷渡客，这个瘦子还说出了黑焰船员。여기 보신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黑焰没有拿到黄金，又折了10名船员，本就窝火，结果还暴露了行踪，遭到朝廷通缉。于是，他们便派出了金桑冒充幸存者，他还咬出了蓬莱所有的大人物，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，这是贡献。还有一个姓易的官家，很人点。然后黑焰又故意给了一份航路图，把我们引诱到了海上。其实那时，我还未联想到你。当众人被困于海上，原先的一些秘密便藏不住了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。动手看！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头一个露出马脚的是一潘，他无法解释为什么那天晚上带着世伯使的船出港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控制一潘，让他为你效劳的。我猜啊，无非2点：一是以刑部办案的名义。2是他从前不查私贩黄金的船，从中捞得好处，而这成为了你要挟他的把柄。有人想杀易四世和我灭口。黄金船出事的那一晚，易四世被一个神秘人出了海。那人是谁？他不肯说，说泄露了秘密。会掉脑袋。顾船主，是你吗？在船上，这秘密就快瞒不住了。于是，你勒杀了一潘。你把一潘的死伪装成了自杀。顾梦兵未必知道你的秘密，但一潘的死吓坏了他。你怕顾梦兵知道了什么，于是你放暗箭射杀。为了掩盖黄金的秘密，你变得如此丧心病狂。狄仁杰，力冲外敌，人体相见。发！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最后一个想杀的人是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箱金子让我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恶魔？这箱金子可以让我换回我要的东西，你懂吗？洪亮，多亏你及时派船营救本官，这就说明，如你刚才所说，这批用来走私的黄金，是那侯玉提前算出了潮汐即将退去，才提前沉入了海沟。当心点！哎，这狄仁杰办案有点意思。好啊，好。
那是本官错怪狄明府了。刘中士，很快就涨潮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去，速速派人接应。你去吧。好。供出你背后的朝臣，跟我回去自首吧。你住嘴！我侯家3代为大唐效力，我祖父从小就教我天文海事，让我成为不世之才。但皇后掌权，我没有指望了。那些不服皇后的老臣，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们让我去走私黄金，让我和王立德这样的人为伍。王立德是什么？是个屁！而我要做一番大事业。你以为我真瞧得上这些黄金吗？是皇后免了我的官，那些老臣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，他们全做了缩头乌龟。你现在只有投案自首这一条路了。淮阴，我们还有第2条路。这黄金我1块不留，全都送出去。那些死的人都是走私黄金的重犯，被我们除掉了。他们死有余辜，他们罪有应得。这黄金案被你敌人揭破了，你可以拿着这些黄金去找皇后交差。淮阴，记不记得我们在京城诗酒唱和，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你记得吗？帮我一次好吗？放了我。
快走！明府，小超了，明府。 明府，快走啊！明府，快走啊！明府，侯爷！走！我拿到这些黄金，可以换回我要的师徒。到时候，我还是刑部的胡连之妻。怀英。 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，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黄金案破了，皇后，今后不会再有私贩的黄金流入京城了。